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在一条船上的，别人不解放，你也难以解放。所以我们的解放，某种意义上是同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每一个个体的这个 goodwill 叫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海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我们自我要克服虚无主义，我们要形成更多的伙伴，我们大家一起克服。离群所居的自我拯救，死路一条。我们要团结更多的生命伙伴，建立更丰富的立体的社会关系，然后你我才有可能去改变我们的社会。就好像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们就是一种力量，我们可以把 common will 显示出来，变成 the will of the law， 然后改变我们的社会。所以社会改变和自我改变其实是一回事。好，谢谢大家。谢谢老师，辛苦您了。好，没事，你交流一下，交流吧。非常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看着老师这个讲义，大家也看到了，人文讲坛快300期了，我们每场都在。我觉得可能这是迄今我见过的最为详尽也最为丰富的一个讲义了。所以这个背后老师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是可想而知的。真的特别谢谢老师。老师在刚才的讲座当中，既有学术的角度，也有非常贴近生活的一个观察，我想是引起了我们非常多的共鸣与思考。下面是大家所期待的跟老师更进一步交流的互动时间，仍然是3个提醒：一，我们每位读者朋友请暂停1个问题；第二，请尽量简短明了地表述你的问题；第三，我们仅做一个学理上的探讨。好，大家请举手示意，我会尽量按举手的顺序来递话筒，谢谢。谢谢老师老师真的是非常精彩。其实我是学心理学的，所以在后面很多东西我是很有感同身受。但是我想请教一个非常粗浅的问题，就是到底怎么具体来说这个酒神精神？为什么我们需要有酒神精神？酒神精神我自己就觉得我是用身体做哲学。你看我是拳击冠军，然后我也喜欢喝酒，然后我的睡眠状态也很好，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写了一本书，叫《保持热爱》，然后还要写一本书，叫《保持深情》。为什么这个？我认为女性比男性长寿啊。因为女性儿女情长，比男性更儿女情长，所以你看，90岁以上的男女比例已经是1比7，100岁以上的1比13，就是男人为什么？男人无牵挂他就走了，女人有牵挂他不愿意走，这就是酒神精神。非常感谢梅老师。就是我简单直接一点的就讲我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纵观我们整个的这种哲学的发展史，就是从古希腊的这种哲学体系一直演化到现在的这种哲学体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思潮其实一波接着一波，会有一些不同主题、不同具体内容的一种演变。那么我的问题是，您觉得我们整个的这种哲学史的这种演变，就是哲学思想的演变，以及乃至我们整个文明的演变，是否具有方向性？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很想问，就是我自己是一个相信科学、喜欢哲学的基督教徒。那么，
其实我很想问，就是说因为您有提到很多心理学以及宗教体系的一些东西，那么我想问，就是基于我的一个认知各个方面，包括我接受的一些心理辅导各个方面的一些东西，其实发现确实会有一种很难去突破自己的一个自身卡点的这样的一种现状。认知层面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我真正要去逾越我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个卡点，就是会比较困难。但另外一方面，这些卡点又会影响到我自身。那么，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认知跟这种具体行为的一种冲突和矛盾。您觉得这样子的矛盾应该怎么解？谢谢。也许我要跟你这个边喝茶边交流，因为你这么短的时间，我还不一定能 get 到你的真正的意思。我们以后可以交流。我现在简单回答几个啊，就是说你既是这个